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白沙屯泰香客栈古厝民宿。昨天晚上住这里蛮有感觉的，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往事。小时候就是住这种红砖古厝。那今天的行程，待会吃完早餐之后，就要造访好望角半天寮，还有过港隧道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就出发。我们抵达半天寮好望角。半天寮是这里的地名，好望角是因为这边的展望非常好，所以被称为好望角。半天寮我4年没有来了，现在新建的观景平台，这里有一座废弃的碉堡。这是新建的观景平台，这里就是好望角。远处的海上是近10年来台湾积极发展的离岸风力发电。这条步道可以通往过港隧道。远处那里是后龙溪出海口。待会8点50几分就有一班火车经过，在这边等火车。哦，火车来了。观景平台的下方，这里有一座废弃的碉堡。现在碉堡的射口都已经封闭了。我就走一段步道，这边往过港隧道。从这里走到过港隧道，大约要15到20分钟。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天气比较热，待会走上来会比较辛苦，所以我们待会就直接开车到过港隧道，开车只要4分钟而已。那我现在就走一段步道，到下方另外一处碉堡，那边看火车，距离比较近。9点多还有一班火车。半天寮地名的由来，就是从海岸这边往山上眺望，那边的房子好像在半空中，所以被称为半天寮。前面这里有岔路，左岔路往过港隧道，右岔路往旧碉堡。抵达旧碉堡。碉堡这边还有步道，走往山脚下。不过只能原路来回，因为下面就是铁道。我再往下走一段好了，看有没有距离更近的拍摄火车的地点。走着走着，我也快抵达步道终点了。火车大概在2、3分钟就会抵达。既然走到这里了，那我就走到步道终点。抵达步道终点。
这里就是纵贯铁路海线，所以这边没有路，只能原路来回。天气果然是热，海岸的这些田地都是西瓜田。白沙屯这带以盛产西瓜出名。这边往过港隧道，待会见。回程这么爬了10分钟，快回到半天寮了。老婆聪明，我傻瓜。聪明的人是在凉亭这边。限2轰看风景。下一班火车啊，我看一下，下一班火车是9点25分，从白沙屯那边开过来的火车。那我们就在凉亭这边休息一下，待会就直接开车到过港隧道。夏日炎炎。我们要当一个聪明的旅人，而不要太傻瓜。我们抵达过港隧道，我现在正走在旧海线的铁轨旧址上面，前面就是过港1号隧道。这边又岔路，我先上去看一下贝化石城。过港贝化石城，这是日本时代兴建海线铁路的时候，在这边发现过港贝化石城，大约形成于100万至600万年前，见证了台湾岛从海底隆起的地质历史。这边的山壁还可以看得到贝化石。过港贝化石城在日本时代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。这块石碑是民国44年立的。我老婆在隧道口等我。过港隧道群有3座隧道，1号、2号、3号。这是1号隧道。这3座隧道大约完工于1920至1921年。海线铁路在1922年大正11年正式营运。过港隧道是很棒的夏日消暑景点，一进隧道就变得好清凉。后龙过港隧道到三边妈祖2公里。上次徒步旅行曾经走过。过港隧道是行人步道，也是自行车车道。走出最长的一座隧道了，待会还有2座隧道就比较短。过港隧道大约使用了半个世纪，到民国62年。因为当时台湾10大建设，其中之一的铁路电气化，所以海线做部分的修正，铁道外移到比较靠近海边那边。这3座旧隧道就废弃，从此走入历史。现在是苗栗县历史建筑。前面是2号隧道。
2号隧道的出口，前面不远处就接3号隧道。3号隧道非常的间断，哇，漂亮！我们抵达3号隧道的出口了。那今天就走到这里，在这边休息一下。然后待会再原路折返。我们现在往回走了。回到1号隧道了。我们快走回到入口的停车场了。过港隧道群这条步道长度大约1公里而已，所以单程慢慢走20分钟就可以走完了。那我们今天上午的好望角过港隧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